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现在这个中美啊，现在终于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是热线了，通话2个小时。那这个电话呢，川普说绝对还会有第2段哦，还会有 Part 2。那他们也很期待呢，在 APEC 上能够见面。而习近平也说会在适当的时机访问美国。那他呢，也会在明年初访问中国。好，这中美元首的通话当然也是世界的关注哦。那就是有就抖音的问题两个人来提出讨论。习近平呢就说中方立场非常清楚，尊重企业的意愿。那川普则说呢，美国就是希望可以妥善的解决抖音的问题。好，那确实抖音的母公司呢字节跳动就提到说，感谢2位国家元首对于抖音的关心啦。那他们也会按照中国的法律来推进相关的工作。那也希望呢可以继续服务广大的美国用户哦。好，两个人看起来啊，就是都先礼嘛，所以呢，都是释出了一些某种程度的善意哦。纽约时报就分析说，这对北京而言呢，抖音这个川普视为连结年轻选民，也甚至是帮助他成功能够连任的重要平台哦。那如今呢，能够在美国继续运作的话，川普呢就能够宣称他是什么？他是捍卫选民的权益。那另一头呢，中国也可以借此换取更多的谈判空间。所以呢，看起来这个是 win-win 的状况啦。可是中美呢，真的如这个电话来说的这么美好，这么大家都有善意吗？好，我们来看就为了稀土的问题这大家都知道，一定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川普通话的前夕呢，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呢就要求川普政府除非北京恢复对美国的稀土和磁铁全面供应，那否则呢，还是要有一些作为，比方说呢，就是限制或者是暂停中国航空公司在美国的降落权。还有为了稀土啊，现在呢，是不是川普呢也考虑要转到阿富汗呢？好，川普和国安官员就认为说，在巴格兰这个基地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监视距离阿富汗500英里的中国，那同时呢，还能够获取阿富汗的稀土跟采矿业，那建立呢反恐中心，打击伊斯兰国，甚至还可能重新开放外交设施但是要收回这个阿富汗的空军基地啊，这个官员很多人认为不太看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看起来像什么？像美国又想要再一次入侵阿富汗吗？那这个基地会是美国在内陆阿富汗的一个孤立的飞地所以呢，你光是要后勤补给啊，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川普现在计划要收回这个巴格兰的空军基地啊，不只是美国自己人、美国官员都不看好之外呢，阿富汗方面呢也是迅速的回绝，说对话可以，但是重返绝对是不行的。好，这是纽约时报就提到说，他们已经断然的拒绝了美军重返阿富汗空军基地的提议但是当然也说呢，还是可以靠着对话来改善两国的关系。好，除了是稀土之外那当然接下来牵连就是晶片啦。美国呢现在是不是要试图组所谓的晶片联盟来抗中呢？辉达现在就宣布要以50亿美元入股美国的半导体巨头英特尔。那如今呢敲定这个辉达入股之后呢，也等于是开启了双方的新合作，这代表着美国晶片联盟已经正式成型了。好，但是呢，现在这个华为的部分啊，他们也有动作，因为华为在18号的时候呢，就正式的宣布了，说将会有自行研发的这个高频宽记忆体来推出 AI 晶片。好，韩国媒体更指出说呢，中国半导体的自主努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了，已经渐渐的和其他厂缩小差距。好，另外是呢，还有长兴也持续的囤积关键设备，有望说在2026年就可以来量产。那一直呢，这是被预期说会被列入美国政府的一个清单嘛，但是最终没有。结果呢，拜登政府没有办法将它列入的管制名单当中，接下来就是川普政府必须要来积极的面对了。好，美国的 AI 巨头CEO 就公开喊话川普说，就是因为川普的决策错误，才导致了华为现
现在有机会突围。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德国蔡司就公开说，他说呢 ，DUV 是比 EUV 还要重要的，因为真正撑起这个晶片产业的其实是 DUV， 但是偏偏美国的制裁呢，却没有卡住关键的这个事情，而是反而让中国在成熟晶片的领域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成为最大的赢家好，彬哥怎么看呢？这个美中进行的通话，美中元首通话，那么当然呢，大家也认为说呢，是不是对于很多问题有机会可以来解决？我看恐怕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乐观哦。看起来好像是好消息，双方就 TikTok 这边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有望解套。可是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就是 TikTok 这边看起来是有80%的股份要卖给美国人嘛。那但是问题是，美国真正想要的，也就是 TikTok 的运算法，其实 TikTok 并没有给你，所以美国要自己发展自己的大数据运算法。所以既然最重要的这个关键东西没要到，其实基本上。你光是入股 TikTok 本身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对美国来讲，它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那再来呢？你看哦，现在川普直接自己讲，他说明年初有机会去见习近平。对，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很多事情都还没解决，所以今年是没机会。现在才9月多，再来讲想去，已经要到明年初了。对啊，已经到明年初，表示他们对至少未来2-3个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是不乐观的，所以他就已经把它定到明年初去了。你想想看，川普可以2个月之内飞英国2次，所以代表什么？他如果真的彼此之间的关系缓和下来，他随时都可以去啊。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初？所以显然现在中美之间的谈判很多东西还是卡关，那彼此之间还是互不相下，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你说现在他要用限制中国大陆飞美国的航班来威胁？对。中国大陆给稀土，我觉得这完全是不对等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请问一下，限制航班谁会受害？美国的航空公司会受害，对不对？你就大幅减少中国大陆来的旅客，那中国大陆当然要进行一些商务的人也会变得很麻烦。但是这个跟中国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不会有关系，中国政府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说经济上的打击也不会太大，这个东西拿来要挟稀土。我觉得这个议员有点异想天开，这个2个完全不对等的一个东西，这根本没什么好讲。那川普很奇怪，莫名其妙突然之间提到这个巴格兰这个空军基地，说啊都是拜登的惹的祸啊，空手把这个基地就丢掉，不然的话这个基地离中国大陆最近的这个核研发设施只有100公里。那是不是只有这么近我是不知道啊。可是，请问一下，美国现在要怎么回去？重新派军夺回巴格兰基地吗？他如果想要这么做，对阿富汗军队应该是打不过他。可是问题接下来呢？你怎么守住这个基地？对啊，人家可以24小时不断有空就打你一下，请问你怎么防？这个完全违背川普一上任的时候宣誓的，他绝对不会让美军陷入长期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我觉得这就嘴巴说说而已，他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那至于说晶片的这个战争，美国我们早就讲美国的战略错误，因为我讲过很多次，美国像是一个很严格的补习班老师，逼中国这个学生，你要赶快给我技术进步，赶快把我所有东西都学会，然后他还保护了中国大陆的市场，让中国大陆市场只可以某种程度还要感谢他，对，就是只让中国人自己做啊，所以他帮中国大陆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研发环境。所以美国真的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对，严格的老师才能够真的做得出来这个晶片哦。来，厉将军，美国现在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想要阿富汗这个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英国的战略学者麦金德他所谓的他写的陆权论里面，其实他把欧洲跟亚洲当作一个大陆的一个板块，那这个中央核心的位置就是阿富汗，所以阿富汗自古以来有一个帝国坟场之称从英国那时候从英国那时候占领了印度之后，当印度殖民地之后，他就想要向北发展但是也是这个兵败阿富汗。然后我们看苏联也是入侵阿富汗以后，然后苏联因为入侵阿富汗，最后垮在这个地方，变成苏联自己解体。那美国近期来讲，美国这20年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最后也是灰头土脸的撤掉。所以说号称帝国坟场。那为什么各个国家都想要抢这个地方？你去看这个地理位置，北边它就是中亚它北边靠着塔吉克、
土库曼这些国家，然后它的这个西边来讲就是这个伊朗哈，东边来讲面临的是巴基斯坦，所以它是位居中央位置。南边来讲哈，当然是可以控制到阿拉伯海，也就是波斯湾，所以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控制这个地方以后，距离中国有多近呢？距离中国现在核子武器的研发地方叫新疆的罗布泊哈，大概只有1个小时飞机的航程。如果说用它的 B2 轰炸机的话，1个小时的航程。所以美国非常想要占有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仔细看啊，伊朗这个阿富汗其实跟中国有一个连接的位置，那么我们称之为瓦罕走廊。这个走廊长大概400公里，那宽大概只有2-3公里，是个细细长长。这很特殊，为什么会有这条走廊的形成？就是以前英国的势力向北推的时候，那苏联势力向南推的时候，双方在这个帕米尔高原这个地方相会在一起。那双方为了避免更大的争夺，把这个保留一个中间这个就是缓冲的地带。那这个地方又变成中国跟阿富汗连接的一个地方。那这条走廊中国占了100公里，阿富汗占了空领了300公里哈。所以那如果说中国来讲，如果说让这个阿富汗让美国拿到这个基地以后，这个基地很大。它的跑道就有3600公尺，是美国人自己盖的，就是它所有重型轰炸机、所有运输机起飞、加油机起飞都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是让这个美国势力在进入这个地方，其实对中国的威胁很大。2个威胁，第一个，它距离中国核武研发地罗布泊很近，那距离中国的这个洲际导弹的阵地要包括哈密。包括甘肃的玉美来讲，大概作战半径都只有一个小时的这个轰炸机的航程。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看这个瓦罕走廊，它很快就可以连接到新疆。那连接到新疆之后，大家知道中国新疆现在来讲的话，它希望能够反恐嘛，能够维持和平。那如果让美国势力再进来，就乱了。那我们再看美国有没有可能进来，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一幕，美国当初拜登这个把他的这些这个他扶持的阿富汗的政权抛弃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塔利班去打他们这个政权的时候，那些原来帮美国人，他要逃啊，我不逃的话会被塔利班斗争啊，塔利班进来会被偷争，所以他们挤在机场，我想大家那一幕还历历如目。那站在飞机上，飞机已经起飞了，然后他们为了要逃命。站在飞机上面，后来那飞机起飞以后，所有人从飞机上面从空中这样摔下来那一幕，我想大家这个历历如目，谁还敢帮你美国？你是如此的抛弃盟友，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由其中也看得出来，阿富汗这个地缘战略它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来，老师。好，我先讲一下那个筹码哈，这个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呢，你要谈判，你要较量哈，就是筹码很重要。现在 TikTok 也变中国一个重要筹码。这虽然习近平讲很清楚说我们中国尊重企业的这个意愿，实际上真的嘛，说不好听一点，它可以控制这个企业的意愿，因为企业讲得非常清楚，商家告诉你说我们遵循国家的法律，所以他还是当尊重国家怎么想，因为这就变成了也是当中国的筹码之一，因为。真的 TikTok 这个东西不管你我他，或者当然美国，当然这个川普我很欣赏佩服他了我不喜欢他，但佩服他。到了这种年纪还可以 TikTok 玩到这个样，这个人不简单他所有平台都会玩，你知道吗？对。那也因此他得到大胜，所以他感谢 TikTok， 但他觉得这个太重要，他不能断掉，所以变成中国筹码之一。所以这个对中国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讲另外一个筹码，这个筹码真是重要到不得了，在全世界有37%的储量的什么东西稀土。它有4400万吨，是全世界1.2亿吨的37%，它的产量呢是27万，那么也是全球的这个60%。它更重要，它的金子冶炼从1992年开始呢，从西方那一套做出来之后，控制了90%的金子冶炼，美国根本没有用。你今天告诉我，你去当时想去格陵兰，一开始就想去抓人家的稀土，讲不好听，你自己只有180万吨。那对方150万吨拿下来，加起来让上还300多啊！你到乌克兰也想要，现在到阿富汗你也想要，请问加起来也不过就几百，你跟中国的4400万怎么比？而且这个东西都不重要，储量也不重要，产量你已经尽量开采了，你开采的量已经很高，你一年采了4.5万吨，但是呢还是中国的1/6。说不好听，你尽量开采，等到你开采完了，你达不到别的国家，这个国家就麻烦，也就是。现在稀土这个筹码握在中国手里，而且更重要，17种元素里面呢，有民用、军用，有低阶、中阶、高阶啊。这个重点就在
说不好听点嘛，龙配龙，凤配凤。你今天用什么限制中国的航班到美国去来跟稀土来对坐？那真的刚才我们也讲对了，这根本文不对题啊。讲到经济归经济，你可以说买波音飞机等等嘛，对不对？从波音飞机等等去谈，这个谈的就是晶片嘛。你中国受到了美国在1.0版到现在2.0版，甚至拜登1.5版那个时候的整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清单的紧缩，现在中国要的就是你的稀土的低阶配低阶，高阶配高阶嘛。但是现在美国很惨哦，你看他让辉达去设计一个 H20，川普不放，今年终于放了，没有几个月，中国说不用。然后辉达呢，现在还出了一个叫做我们到中国去可以大赚钱的这个 RTX Pro 6000，中国说不要用它的，为什么呢？很清楚，你美国为什么让你赚钱？而且我们在这种所谓的中间或者成熟制程，我们已经establish， 我们到位了，不需要。我要的是高阶晶片跟你的高阶来对，高阶稀土跟你高阶晶片来换，最少你最高阶的你的 EDA， 或者你控制到艾斯摩尔的 EUV 等等的。当然 EUV 它也在突破咯，它现在深紫外光的曝光机 DUV 也出来了。当然 DUV 出来我们还在观察啦，它一定要有稳定性良率，最少1年才能看出它能不能量产，我们还不能太乐观。但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跟美国的筹码已经非常稳定的知道它的未来。我最后讲的就是辉达你跟 Intel 这样去扎钱就没有用，今天市场最大的还是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辉达还是需要中国的市场。当你 H20， 当你的这个 RTX Pro 6000全部被封锁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会发现美国在这个晶片的获利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当然，因为不管你黄仁勋是哪一国人，现在重点就是辉达就是美国厂，所以中国呢一定也会在这里制约我讲美国，也就是中国现在的筹码基本上有很多可以对做这个美国，让美国现在有点可能会喘不过气来，必须两边互相的谈判妥协。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是现在这个耿爽呢，他就在这个80届联合国的大会上是9月19号这一天，145票赞成了，5票反对针对这个美国在巴勒斯坦的问题。好，那现在呢，这个中国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说，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长期奉行的就是失衡的立场一直想要抵制联大和阻碍联大以及安理会袒护纵容。那当然呢，现在呢，在这个结果之后呢，现在就有这个反对战争以色列报道呢，就以色列时报呢就提到说，有将近9000名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会议当中签署了一份名字叫做《反对战争、支持承认》的请愿书呼吁呢世界各国在联合国的大会期间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好，那美国国会呢，甚至也出现了第一项这个敦促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议案而且呢，这是由民主党籍的议员所领衔提出的。这显示什么呢？华府在以哈冲突持续将近2年之后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呢，也出现了转变。好，另外是呢，葡萄牙他们就是已经宣布了，说9月21号开始就要正式的承认巴勒斯坦国。好，那另外呢，还要看到这个战火，还有是在俄乌的部分。好，第3个领空呢，说是爱沙尼亚这边呢遭到俄罗斯侵犯那它当然呢也是北约的国家之一。爱沙尼亚的官员就提到说，有3架俄军的米格31战机呢是侵犯了爱沙尼亚的领空，那这是没有经过许可就直接飞越了芬兰湾，一共停留12分钟。那爱沙尼亚呢也是最近继波兰和罗马尼亚之后第3个领空被俄军侵犯的北约国家。好，那所以川普政府呢现在也有动作，因为他们呢就首度的批准了对乌克兰的军援。这次军援呢是出自于美国以及北约他们首次启用的一个新的机制，允许说透过北约成员国的资金，直接从美国武器库存当中供应武器给乌克兰。好，美国的国防部次长呢甚至说已经根据这样的机制批准了2批
每批是5亿美元的军援。好，但是呢，丹麦部分呢，他们也说呢，他们有一个北极之光军演哦，可是却是排除掉了美军哦，美军没有办法在这个军演当中一起参加。丹麦政府就宣布说呢，将会斥资大概是91亿的美元执行这个防空军购计划，而且呢，预计在里头会采购8套的中长程防空系统。好，那在丹麦的属地格陵兰举行的这个2025北极之光联合军演，但是没有邀请美军加入。好，可是呢，在中国方面呢，则是在这个秀肌肉嘛，所以现在呢也有秀出了歼20哦。航展当中呢，一次性就出动了4架的歼20哦，就看到我们画面上呢，就是在航展当中所呈现的画面哦。这一次4架的歼20呢，上演的是4机对冲精彩的瞬间啊！另外呢，也有新增了空警500以及歼20双机编队的空中表演内容，甚至呢，为了要强调这个战力呢，还有所谓的运20也在空中展示空中加油的能力哦。好，另外呢，是我们看到在这个2025年前其实呢，现在也说既然歼20战机呢现身在长春的航空展可是美国当年是怎么预测呢？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就说呢，中国要在2025年前拥有5代机的可能性很小。结果在2011年歼20首飞之后呢，他已经先修改了这个预测。不过在2025年的时候呢，发现中国已经列装了300架的歼20了。那美国军队目前呢5代机的总数大概是接近有900架，但是随着歼35、歼20持续量产，未来中国的5代机数量呢，恐怕也会很快速的增长。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威胁。好，那现在还有一个长春航展当中热议的话题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那样的画面歼20直接就秀给你看那为什么能够秀给你看呢？当然就是我不怕你看嘛，就是这对我来讲已经是没有差了，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所以呢，在这回你看到展出了歼20就被评论认为说呢，已经不是中国空军装备当中最顶尖的型号了。那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已经是一个14年前就有的，所以有网友认为说，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研发出更新款的战机也就是说，你还在那边纠结5代机，我们搞不好已经有第6代机了。那中国呢，频频秀火力这是不是代表说军事立场也开始转趋强硬了呢？因为评论也认为说，习近平把北京定位成世界新秩序的一个权力中心那大陆的国防部长呢，甚至也警告说，美国不要随便想要遏制中国干预我们。那《华尔街日报》呢就分析说，中国是希望重新塑造一个国际体系来获得更多的影响力。那未来在跟美国较量的时候呢，就可以掌握更多的优势好，我们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说在这个当然这个大家秀肌肉的同时可是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呢，美国被认为说是蛮横无理。我真的是为巴勒斯坦目前的处境感到非常的哀伤这个你能够想象说是这个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那种恶霸入侵，开着钢铁洪流的坦克车，拿着机枪对着无辜的这种妇孺老幼，再用机枪扫射，再用大炮轰击，再用坦克碾压，那种场面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现在人类居然有出现这么恶魔般的动作，这么如地狱般的景象，那居然现在就出现在加沙走廊地区那但是全世界各国来讲，我觉得现在对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这种行为，大家也莫可奈何这个我个人来讲是非常的悲观。我认为这个以色列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一场屠杀那当年这个德国这个纳粹对你们屠杀，现在你们居然这个占领人家巴勒斯坦那边土地之后，人家让你住在那边，你反过来对人家屠杀，又要抢夺这块土地。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其实北约，我觉得俄乌战争现在正在面临很关键的节点，因为这次来讲的话，虽然说是
这个俄罗斯的战机飞过爱沙尼亚上空，但是这不是第一次。大家要记得说是在上个礼拜，它是到波兰上空，到波兰上空的时候，它是用无人机过去，然后那时候北约紧急起飞了所有战机，将这19架无人机击毁。那时候距离说是跟北约开战大概只有一线之隔嘛。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北约就是一个国家被揍的话，那其他国家要共同来帮他打那是第5条。那现在是启动了第4条，第4条叫磋商。就我很明显的，如果说是波兰那边他用无人机，那发现你北约你只是个纸老虎这个你也不敢说真的启动第5条。我跟你讲，现在来讲，普京就加大力道，他用有人机到爱沙尼亚上空去跟你飞上12分钟，12分钟战机在上面飞，爱沙尼亚很小很小一个小国它12分钟可以绕你2圈那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战机在上面绕，那怎么样保护这架战机的安全？我认为它在下面。它这个波罗的海舰队在那个地方，所有对空的导弹已经完成掩护支援动作，所以很明显的，我认为俄罗斯来讲的话，普京来讲，现在加强力道，已经看破你北约的手脚，你北约就是一只纸老虎。我上次用无人机试，你们也不敢启动北约第5条，我现在只敢第4条，我现在就用有人机到爱沙尼亚上空给你绕一绕。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如果照这种状况下面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乌克兰这个北约不再支援乌克兰的可能性已经慢慢提高了，因为就是纸老虎嘛。那我们再看歼20这是很明显的战忽局这个美国来讲军事情报那么强，居然错误的研判说是中国军事工业歼20的生产能力居然有这种误判。当然后续来讲的话，我认为说歼36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对，这可能是接下来美国赶快来补齐了。来，彬哥，我觉得美国现在自己在把自己过去建立的世界警察的形象完全抛弃了，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不但采取这种强取豪夺、完全土匪的作为之外，在加萨走廊的这个问题上面，他连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人权都完全不顾，然后一股脑的去就是跟着以色列走。那虽然你看民主党现在好像有几个议员提案说，哇，这个不行啊，我们也要承认巴勒斯坦国，跟你讲不会过的，因为在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犹太人把持住了，所以在犹太金主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现在就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以色列叫他干嘛就干嘛。所以为了以色列，美国把所有的自由、民主、人权，过去美国所标榜的价值完全抛诸在脑后。所以美国既然已经破坏了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那当然国际需要新的秩序。所以我老实讲，不是习近平在寻求一个新的秩序，而是你美国自己把国际秩序打乱，那当然要有一个国家挺身出来扛，也不一定是一个国家出来扛，也许是好几个国家一起扛啊。那美国自己要造成这样的结果，你要去怪谁呢？那普丁现在其实他为什么最近动作这么多？因为北约最近动作也很多，就一直在那边讲说要声援乌克兰啊，要支援啊，甚至要派兵啊，然后提供大量物资啊。所以普丁就想，你们是出嘴炮是吧？我就真过去给你看，我飞机就飞过去看你北约敢怎么样？那北约事实证明北约真的不敢怎么样，对啊，就当做就闷不吭声谴责一下就算了。然后美国居然好意思说，他终于又启动对乌克兰的军援，这哪是军援，这叫军购，好不好？是欧洲出钱跟美国买武器，然后拿去给乌克兰用，这怎么会是军援呢？是赚钱的。你要军援也是欧洲的军援啊，跟美国有什么关系？美国就是个卖东西的人而已啊，不就这样吗？所以美国以后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不会援助你，他就是卖东西给你。那顶多只是卖得快一点而已，就是这样子。这一批现在要买了，到什么时候能够全部交完货，我还不知道了。那至于说丹麦为什么不跟美国买爱国者？哪一个傻瓜会跟一个觊觎你国土的家伙买武器？你有毛病吗？丹麦的格陵兰，川普不是一直想要跟他要到手吗？那你是丹麦，你会傻到去做这件事吗？当然不跟你买。欧洲自己有这些东西，而且爱国者被连续的几次，包括这个加萨走廊啊，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战争，还有这个乌克兰这边的系统，都证明它的漏洞越来越大，它拦截率越来越差，所以买欧洲的是刚好而已。来，教授。OK， 我先讲一下，刚才有讲到这个，真的这个美国不太顾人权，但他顾一个权叫霸权，所以他非常有霸权，所以他可以行霸道，然后呢霸凌其他的国家。现在这个联合国里面的145个国家赞成
巴勒斯坦，也就是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嘛，他不管不来，我们视讯跟他开会应该的，因为我们就像刚刚一样，我们也同意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你们一路这样打人家，而且根本就不顾人权，这是不对的。相反的，另外一票有5票反对，当然就是以美国带领的那种他的霸权所带领，所以他是一个霸主啊，他势力再小。我就是美国嘛，你要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就像你选上总统，你可以说啊，你要我怎么样，对不对？陈水扁不是也这样讲过？你今天是世界霸主，所以他霸权霸道霸凌，这是我的认为。很多的国家敢怒不敢言呐、你一个 GBU 的武器生土炸弹就炸不到别的国家，如果是换别的国家去打，我跟你讲，你在加拿大开会开 G7 会突然翘跑，跟我说2个礼拜要打，就2天去打别的国家。没有国家敢打法，因为大家都不高兴这样做，但敢怒不敢言。还是一句话，美国是霸主，当然你现在没办法，但是在整个国际地缘政治里面的拉帮结派、呼朋引伴，美国的声浪会慢慢小。因为我觉得啊，我们讲中国一路走来就是礼仪之邦啊，就是以人数对人，那久而久之啊，文化就会赢就对了。好，我先讲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各位记得2014他们写过一个文本，在2015年写完，叫《中国制造2025》。里面呢特别有2个化：工业化、资讯化。里面3步走，25、35、45，要它从制造国、强国、前国到第一国，就2045、2049，他们要建国100年嘛，就是说他们认为要100年梦。但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就是他们推10大领域，这10大领域第一个叫新一代讯息。各位记住一下，当时华为、中兴就在推4G 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迈入5G、6G。结果有没有迈入？很快就迈入了，全世界签了多少单啊？都是华为限制的。当然美国太聪明了，马上制约华为清单，帮你封锁。那美国就开始来突飞，开始做5G、6G，但是并没有赢过华为。现在我们讲战机啊，各位想想看，4代战机拼了很久嘛。你刚刚讲歼20，好，不管怎么说，2011年他说你到2025都做不出来，2011年14年前人家就开始做了，一下做出300架，你不是跌破眼镜？我想中国现在制造是直飞的。川普讲得很清楚，美国现在没有制造力耶，船以前1天1艘，现在1年做不出1艘。中国现在1年做多少艘？人家制造船量是你的380倍。我现在要讲的是以前玩手机嘛，4G 变成5G、6G 跳很快，那是中国。现在他们4代战机会变5代、6代也会跳很快。我跟你讲哈，他歼20，我跟你讲，他们现在我搜了一下 Google， 非常清楚啊，大家都告诉我们。现在全世界在推6代机，只有中国已经试飞了。它不管是成飞啊，是成都的这个飞机这个工业集团，它的歼36或者省飞的歼50都已经试飞。中国当然美国也在做嘛，哈 ，F47是波音在做，它当然有其他类比。那当全球都在看川习通话这个将近2个小时，你看看从昨天到今天那么多赖总统的所谓国防行程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只是说我们会增加5%的军费，完全不提如何因应，仍然不能怀疑美国看到了川普跟习近平通话这2个小时，起早哦，本来台湾时间昨天晚上应该是9点钟才开始，8点钟积极上线，然后在对话之后呢，确认几件事情，包括了。他说感谢习主席，他是一位绅士，我们关系很好。然后在他的 Truth 里面再次的发文说，这是一通非常好的电话，我们会再通话，我们都期待在 APEC 见面。习近平会在适当的时机访美，而自己会在明年初前往中国。川普之前宣布的是希望在今年能够去访中，但最后看起来是 APEC 之后可能在明年才要访中吗？那这个特别对话的内容里头，中方特别回应说，美方要避免单方面苛征关税啊。这个通话呢，大陆的官媒不像以往2次采用应约哦，你要求我嘛，好吧，我就配合应约。这次反而是相对互相都有更多的善意在其中。中国官媒2次都是讲习近平应约这个事情，这次官媒没有这样的字眼之外，还有在官媒的这个另外一个频道牛谈情谈，最重要的一通电话，资讯量很大。这内容是习近平告诉川普，我们邀请了飞虎队遗属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对于中国的各种宝贵的资源。川普很高兴哦，就是之前这个在抗战庆祝欧战啊，我们赖总统还大肆庆祝的时候，川普很不高兴嘛，说你不要谢谢美国的恩情。川普很高兴，然后再一次特别强调中国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仪式非常精彩。而通话里对中美关系有重要的指引是，川普极大的不确定性
大陆还是那句话，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头啊，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啊。所以川普谈抖音这件事情，大概中方也做了让步。现在美国的媒体说，费用呢是有数十亿美元的各种投资跟交易，习近平批准抖音让美国交易可以完成顺利。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这笔费用会由抖音交易的投资人支付给美国政府。那由于美中的协议还在谈判最后的阶段呢，还没有敲定金额，但有可能会高达数十亿美元。那母公司深夜回应了，依法只要中方政策已经定下来之后，也许未来它的所谓的持股比例可能是到2成，但是仍然感谢这一场对话的关心，字节跳动按照大陆的法令进行相关的工作。然后美国看起来所有用户可以继续留下抖音了啊！很多的分析都说，从赤裸的抢劫变双赢。那纽时特别讲习近平如何用抖音去拉拢川普。多年来，大陆的官员都痛批美方要抖音出售这种做法是对于私营的企业加以掠夺、赤裸裸的抢劫。那如今却配合说叫做双赢，纽时就认为啦，这代表抖音呢是川普要连接年轻选民、帮助他连任的重要平台，所以让中国大陆呢借此换取更多的谈判空间，集中于关税、科技舞台，还有台湾核心议题。那台湾核心议题会怎么谈？当美中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呢？科技很重要。在大陆的部分，华为的官宣反击辉达哦，辉达本来两边讨好的时代看起来要过去了。他们认为这次发布的新系统呢，支援的 AI 加速卡规模已经高达8192张，代表辉达计划在明年下半年上市的这个所谓的算力呢，比它更高了6.7倍。所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直接公开的喊话，尽管短期之内晶片的性能跟辉达是有点差距，但是华为现在不会输了啊！开创了超节点跟集群的这种 AI 设施基础的新范式之后，不再一直要依赖你美国的晶片，所以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国产化缺席号角，反而让美国的银行方面都加以担心，未来这个快速的崛起，连白宫 AI 顾问都急，是不是最近的事态发展反映出来，大陆已经不急需我们的晶片了？用晶片去卡中国的时代是不是过去了？双方差距正在缩小，而且白宫这个沙皇 AI 沙皇啊，萨克斯还特别讲，哎呦，我们赶快要改变这战略喽，必须允许美国的晶片公司向海外销售美国技术线哦，要不然的话，尽管很难满足安全要求，否则会卖不掉，而且我们会输啊。跟中国大陆的 AI 竞争当中，将军先看看这次两个人通话，而且确保了明年访中行程。因为中美的贸易作战，不管打成什么样，双方都会有损失的，所以有希望他们能够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稍稍有一点进展了，大家就在那鼓舞升平了。其实 TikTok 真正的关键运算的能力还掌握在中国大陆。其他的给你股份呢，释出些善意，但是中国换到什么我们不知道，啊，那现在的问题呢，我的猜测，大豆是马上的川普的急的，因为9月份这样我们可以买少一点吗？问题现在我跟巴巴西已经买够了啊，对不对？那你拿什么来换？但是呢，中国可能会释出采购一些波音，因为中国的大飞机啊，到现在还没造成，它每年的消耗量很大，要展开国际上的飞行，它有需要。我预计将来波音会让一点，在外媒有报道的，会让一点。但是千万一个大豆一个稀土，中国大陆不能让，因为现在伤筋动骨的东西啊，现在都还没用哦。因为什么？稀土，美国的稀土啊，军工复合业的稀土只有库存6个月，现在大概只剩4个月，所以美国再撑一下的话，你的什么6代机什么都不要做了，这个才是真正捏到美国的命根子的东西。对欧盟也是一样，欧盟你要做电动车，你没有永久性磁铁，你不要玩了。第三个问题，又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台湾现在是待价而沽啊。美国我刚刚讲了，在撤退啊。第二个，我再跟各位讲个什么叫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全世界真正表现在韧性作战的是日本，
日本2战之前呢，他200年来他的这个武士道精神还在军中，所以日本小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剑道了，什么东西，连台湾在当皇民的时候也干这一套，每一个人被洗脑说天皇不是人是神，要效忠。结果呢，他很成功是在哪里呢？你看麦克塞的反攻，打塞班岛，打硫磺岛。日本守军才2万人，打到最后没有50几个人，全部战死。他那个叫韧性。到了美国最后算，我要攻打日本本土的时候要损失多少？要损失100万军人，所以才有原子弹上去。这个韧性，台湾要不要学这个韧性呢？哎，这个韧性在日本已经发挥到极点呢。老百姓还可以说不投降，在美军这里。琉球有500个老百姓跳岩自杀，这个洗脑洗得多彻底啊！台湾能做到这个韧性吗？刚刚严老师讲，没有一个小孩愿意，连当兵都不愿意，没有像日本硫磺岛、塞班岛躲在地洞里，一个都不出来，被你烧死，被你炸死。才2万日军呢，美国死伤5万呢。我们要用这个韧性吗？韧到最后2个原子弹来了，什么也不要韧了。所以这个问题啊，那你前面看那个步枪，步枪就是打陈珍珠唯一可以用的地方嘛。那韧性，台湾有这个韧性嘛？所以再看，我讲台湾会被卖掉的嘛，在川普眼里，什么都是用价钱可以换的。当跟中国大陆的关税也好，什么东西也好，科技斗争也好，经济斗争也好，到时候台湾让掉啊，不是不可能啊，因为这个商人一辈子。他现在做的就是全世界去捞钱呢，不顾一切代价，就是要 cash， 对不对？搬厂、捐钱、投资、买军火，哪样不是跟钱有关系？所以这个台湾老百姓该醒醒了。美中极限对抗的时代阶段看起来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融冰了吗？这场对话之后，哇，又要互相互访，那么代表的意义跟讯号是什么？昨天这通电话非常重要。其中大家的形态上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川普急了要通话，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事先的这个前面的话呢，美国国务院讲到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话呢，整个气氛不是非常好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自己的要谈的议题非常多，主要是分成这个科技跟关税那么提早开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表示大家都迫不及待要接触。然后谈了2个钟头，大家要了解，2个钟头的谈话中间透过的话呢，就是1个钟头交换了。我们这个节目也就是1个钟头，可以谈很多东西大家要知道这个翻译时间大概是一半。然后当中的话呢，里面讲的一个事情我一看完以后，如果我是赖清德就完了因为川普讲，因为我首先看到美国方面发出来的讯息是说谈得非常好，川普说就是说习主席是一个 gentleman 这个话呢，然后它里面最重要的话呢。就是说，里面双方表达善意，没错。川普对谁表达过善意对印度的莫迪就打了2个大巴掌，就不行不服再打一个大巴掌，3个大巴掌。川普哪里有会表现善意川普是标准的粗鲁的美国人永远只有金牌没有银牌的。为什么表现这么多善意？我问大家，大家心里扪心自问我们讨论的3个议题：关税、科技，还有台湾这3个核心议题，哪一个议题是最重要的核心议题？不言可喻，大家心里非常非常的明白难道你不看不懂吗？大家看国际局势只能够听新闻报道吗？同时美联社跟新华社都已经认定了他们谈的结果是这样子。然后为什么川普没有赶在现在才9月中你赶到今年年底的话呢，也可以说没有，明年初就到明年6月为什么？有一个最关键的核心议题没有谈得非常满意从这报道当中，我看到的所有报道当中，只有来 TVBS 这边提到了台湾核心议题，其他都没有提这个偏偏是最重要的。昨天我跟方恩格都在聊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一定会是其中最重要的核心议题。那这个科技上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华为、阿里巴巴。然后含5G，那边连这个百度什么的，他们通通在搞 AI 芯片那美国的商业部长卢特尼克他们讲说，哎呀，我们第1级不给他，2级不给他，3级不给他，只给他4级，让这个中国永远依赖这个美国的科技。这种话看完93阅兵，
那个卢瑟尼克根本就是个无知的人了。我见过美国人最无知的长相，就他那个样子，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这对于人家多大的羞辱啊！人家中国人本身来讲，现在已经进入了这种新的抗战时期啊，这个科技战是最重要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发展的话呢，我觉得华为现在啊，他们那个徐经理他们讲的话里面说的是说，对了啊，你那个因为你现在可能是领先一段时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卡住你喉咙的，一个是大豆的话，我们买不了；另外的话呢，稀土我们卖不了。那现在剩下的东西的话，科技我们迟早会追上。你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啊？你会发觉说，大陆现在的态势，经过9·3阅兵以后，非常非常的高啊！大家要了解，我们要解读这个电话会的时候，谁主动谁被动？我跟你讲啊，那个川普是极其被动的。啊，人们会主动讲说我们聊得很好，而且我还接下来想要去这个北京，明年初访问，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习主席讲说，我们要到美国去回访？啊，只有发表讯息的讲说，我们也有可能会回访，所以这里面就说清楚，大家要了解这个态势。首先，这2位是先在 APEC 会见到面，这已经是拍板确定。那本来有很多外籍的专家也分析，有可能是在 APEC 之后直接到了亚洲，往中国去访问。现在川普的宣布是到明年，可能也还在观察互相的底线有没有谈到真的双方都想要的那样的合作氛围。我想，前一段刚刚有提到这个，在这个 Foreign Affair 这篇文章啊，就是过去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觉得说，中国崛起。但是呢，很多人观察家认为中国就是一个 status quo power， 就是一个维持现状，就是在亚洲、东亚地区啊，不会跟美国在全球称霸。可是过去20年的感觉，至少美国现在有很多这种的恐中症也好、仇中症也好，他们就觉得说中国就是在挑战美国的地位。那虽然我们也看到北京放出来的讯息，就是太平洋够大，世界够大啊，就是我们不会去挑战你的。但是美国一堆人不相信嘛，这篇文章不是啊，这篇文章就告诉你，中国其实它内部的问题更多，它更想要管他自己的事务，没有更要跟你美国去搞，所以你美国不要每天搞一个假想敌，对，每天搞个假想敌。我认为这篇文章跟川普现在的想法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看他要的什么？他说我科技要维持住啊，我的这个贸易我要保持我的优势等等。他没有想说在军事上面要特别要跟中国大陆搞一个什么这个军备竞赛，这就表示他对大陆的解读可能就是说他的 status quo， 他的那个维持现状的，他的那个范围其实就是台湾。所以我们台湾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他不会跑到你的什么太平洋的这个夏威夷，他不会去威胁你关岛啦这些，但是他对台湾他的兴趣是大的，所以他们这次虽然没有谈到，可是透过了 TikTok 这个氛围谈判，他们觉得谈得不错啊。你看4次的欧洲会谈到最后敲定这个能够敲到 TikTok， 他们2个通话。就表示什么？前面这个下面的人铺陈的都已经完毕了，都可以顺利了，然后让你们2个人通个电话，就是交易成功嘛。那如果这个氛围持续，关税也好，或者是未来的科技谈判，甚至是台湾的谈判，也可能会比较是一个融合的。因为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对习近平说他是个 gentleman？ 因为他领教了普丁。在过去给他吃的排头啊，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因为他也是事前放了很多讯息啊，结果好像还说可以谈成什么都没谈成，都是比较值。对，所以比较相对之下，他当然要说习近平是 gentleman 了。是川普，当然他的到世界各地去各种的形象，有一个关键就是要有很奢华的排场。始终如一，他到了英国得到非常高规格的待遇，包括住在温莎古堡等等的。这个场面是跟小朋友一起梅兰妮跟第一夫人一起见面的时候小朋友很天真的问话，好像也显示了川普的形象。听听这段画面。
小朋友好可爱，我说他是谁？他是下一个王妃嘛？因为好像国王跟王妃这样的概念啊，天真发问啊。因为川普就是一定要像当称王一样的，在世界的行为里面所呈现的形象。那在伦敦5000人怒呛川普是独裁者，显然在他们的心中可不是像小朋友那么天真的这个王妃吗 ？BBC 专访了巴西总统鲁拉，特别讲我跟川普没有交集。现在极力对抗的极限对战里头，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转圜。那普京也见过面了。巴西呢，跟印度一样，印度好像也有机会发出了爱的讯号，但是巴西的鲁拉不一样，还在被很高关税打压底下。他说呢，我会在联合国大会跟川普擦肩而过他会跟他打招呼啊，因为我是文明公民。但是他或许是美国总统，不是世界的皇帝打个招呼可以，但他到底要怎么样呢？因为以委内瑞拉来讲这些国家的民众，包括总理呢，都觉得不可思议，已经是第3次了。美军第3次的打击的，他说认为是运毒的船只，再度的造成3个人丧生。委内瑞拉的总统说，这简直就是卫宣之战，说要打的是恐怖组织跟帮派，可是搞了半天，一天到晚打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经过查证的这样的船只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毒枭？你想打就打，你想炸就炸，人命在你手里算什么？而委内瑞拉呢，继续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那么包括了挂出了苏凯30战机等等的雄狮大队，搭载2系的反舰飞弹，针对美舰意味非常的浓厚。但是委内瑞拉的关系很紧张之下呢，美国的军事存在的更多的分裂跟对抗的氛围，包括了圣地亚哥领导的母亲反战组织，最近吸引了数百人参加的抗议活动里头，反对军事扩张的这样的抗议民众都认为，不管州长说什么，都不想要跟委内瑞拉拉开战线，也不想宣传任何能带给他们最大利益的言论。川普呢，继续大家 CNN 的形容叫做柿子挑软的吃，欺负像这样委内瑞拉的小国家，但是让社会沉默，打着民主的旗帜，其实玩的就是专制吗？那当然，对媒体一直批评他们不开心啊。川普继续的大骂我坚决反对支持言论自由，但是反对新闻节目跟我作对的情况之下，不是新闻自由啦，好消息都变成坏消息啦。不知道他的好消息是指去攻击船只吗？就说这是好变成坏消息啦，这违法啦。所以当97%的报道都是对某人不利的时候，那就不再是言论自由了，简直是骗人。所以他关了一个美国的应该是 ABC 的脱口秀节目，因为这个脱口秀节目里面骂他就直接这个节目就关了所以川普很不满所以被这负面报道他说这个只是开始，他们做的攻击我所以执照被撤销也是刚好而已。川普继续规定了包括 H1 签证，其实韩国上次去工厂搜索，就是因为他迟迟不发嘛，这 H1 签证嘛，让没有办法工作。那现在说我就要付300万美元，你才能来申请这个签证的做法。专家这个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他就说了，这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叫做违法的，因为很可能在法庭上还会被推翻，因为国会只授权政府去设费用收回这个审核申请的成本。我没有说你可以去漫天喊价，任何的法律授权你征收只在限制签证使用的费用可以喊到300万美元，知道哪里来的？而法官也继续打脸川普说，在《纽约时报》的官司里头川普提出了，《纽约时报》老是在攻击我、批评我，所以常年来，他讲的是常年超过10年以上都在攻击我，所以他提出要求《纽约时报》要赔他150亿美元这个诽谤案，结果呢被这个法官直接驳回，说拜托你律师提出这所谓很浮夸的内容，这种措辞他没有办法接受，提出合理的范畴再来谈。将军，这个东西你可以告他诽谤，但是你诽谤的要有事实证明嘛。如果说这个记者说我也查证过有这个事实，你怎么告他？所以这种标准的土皇帝了，偏偏西方社会相信媒体是第4个制衡的权利。你偏偏你去关人家的这个网红的电台，那很多人就不同意嘛。你的行为已经让人家看得可疑了。你看到伦敦去你以为所有人都欢迎你吗？5000个人抗议还把你跟那个卖淫的那个头子的照片都给你打到伦敦的那个温莎公爵温莎堡上面，多难看所以这个东西
川普多行不义啊！我跟你讲，他其实内外都不顺利，你知道吧？自己自绝于全世界。当年你是全世界的领导，对不对？你把G7的几个国家，就像白雪公主对小矮人一样，坐在你面前听训，对不对？你威风是耍尽了，这7个欧盟的国家心里怎么想？跟孪生体一样，连体一样的加拿大一刀割出去，还混那些互骂，这跟唯一的世界上另外2个大国，一个俄乌战争在那里搞，一个跟中国的经贸在作战，关税在作战，现在跟全世界为敌你以为你是无敌超人啊？对不对？我跟你讲，很多关要过自己的通膨现在好只降了1席。这个火浇熄了没有？没有啊！这个通膨到了圣诞节更厉害啊！前面的囤货都卖的差不多了。没错，那个时候老百姓，我跟你讲，老百姓听媒体洗脑啊，有时候左耳进右耳出。但是看到物价上涨，看到电费上涨，看到医疗费用上涨，那都是有感呢。你现在共和党那几百万那些种大豆的、种高粱的、养牛的，他不恨你啊？所以你明年的期中选要不要选，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看他很得意啊，他是好出风头，所以每个国家就捧他啊。到英国来坐在国王的威风，大马车上面啊，金碧辉煌，前有御林开道，后面有御林军开道护卫的啊，威风凛凛。连小女孩都说你是王妃吗？对不对？这个小孩子直接的感觉嘛，连他都感觉出来了。对不对？英国是一个没落的王孙呢，唯一拿得出来就是这一套嘛。听说温莎堡的工人擦那个银器是擦了好几天呢，那个银器要擦的，不擦就不亮的，对不对？他就是要出风头，所以跟习近平打电话，G20要见。我看等到川普访问习近平，可能要在紫禁城里面招待他才行。真的开玩笑是如此。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官方非常隆重的对待，但街头有5000人以上的抗议群众认为他独裁。我跟你讲，川普这个姓是德国姓，但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人。我跟大家坦白讲哈，不管是苏格兰人也好啊，德国人也好了，他们到美国呢，他们对英国呢有这么一点点的这种贵族情节了。因为美国人到了美国去打拼以后啊，然后呢，英国人的话呢，就是他们原来的话呢，就是在欧洲情况下啊表现的话呢，我以前就常常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欧洲国家大多数都有国王，然后美国人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呢就觉得很得意，他们民主没有国王。另外很羡慕欧洲人有这个国王，那这个大家知道，川普的英国情节到这个时候表现得特别极致。他的老婆梅拉尼亚的话呢，是从这个斯洛维尼亚来的。那对于这个英国的皇室有这个机会做到 First Lady， 在美国这样的话呢，他原来是个模特儿啊，他能够有这个机会麻雀变凤凰。那到了英国的这种表现，那英国人的话呢，的确了，现在只剩下这个了啊，英国只剩下大概就是说是王室的礼貌啦，就是一口好听的英文啦，然后川普看到 Stammer 的时候就讲 ，Stammer 讲完话以后，还眼巴巴的看着川普有没有同意他讲法。川普的回应就是说：“哎呀，这个腔调真好听啊，对不对？大家都记得非常清楚。对，因为如果说美国人就是非常喜欢这个叫 British accent 啊，这个美国人喜欢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我觉得呢，那个伦敦的人呢，啊，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伦敦的有色人种未必反对川普，但是伦敦的里面的纯白人的话呢，就是这5000多个人在伦敦是非常反对川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川普的确干得非常过分啊。对于委内瑞拉的时候呢，啊，搞了这个驱逐舰啊不说啊，底下还有这个核能潜艇啊，大家知道核能潜艇是一个纯粹是一个攻击型的武器啊，对不对？打委内瑞拉的毒贩。要搞到这种地步啊，那个企图当中的话呢，不晓得是怎么样想法啊，大家都觉得非常难以理解。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美国本身的社会面临那个大分裂，大分裂当中呢，我们所熟悉的州，像什么加州啊、纽约州啊，或者伊利诺州什么的，我们觉得有，我跟大家分裂哈。美国的大分裂啊，反对川普的跟支持川普的话呢，你看大学，只要排名在100名前的大学，
的那个位所在地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反川普的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很明显的就会感觉到，川普做了很多决定，会让美国在不知不觉中形象受损。记住哦，美国人其实是蛮要面子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除了全球开战，当然也对国内的媒体。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委内瑞拉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弃毒嘛，算是啊，但是你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我觉得你还是要遵照国际的规范。所以，而且美国是透过从波多黎各这个中继去委内瑞拉，所以这个圣地亚哥这个女士，她所这个领导的这个 Mothers Against War 啊，就是反对这个战争，母亲反对战争这样的一个组织，为什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波多黎各觉得说，我们都是拉丁美洲人，结果是美国人好像透过我们，好像我也有参与，你知道，就是英文最爱讲一句 complicit， 就是说我默认了，我也在里头有共犯了，变成一个共犯。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刚好是菲律宾那个 Ressa 就是他那个得诺贝尔和平奖 Maria Ressa， 他特别讲的这位过去的记者，他说川普这种态度，他说我在菲律宾领教过，当年杜特地就是以弃毒为名乱杀然后呢也破坏各种言论自由，对他来讲也是。那现在国内批评川普的变成是哇，你的这个 talk show 再怎么样，大老板都搞错，所以美国的媒体有讲，他说很多人都以为你去捧川普的 LP， 可能他就会有好处，但是结果没有